这个波兰男人到底说过什么？他又凭什么敢在整整1年之前就把手指稳稳地按在2月28日这个点上？而更让人不安的是，他口中那个被围成圆圈的岛屿，那个被战火点明的东方，到底是不是我们此刻脚下这一片土地？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要理解捷可夫斯基的分量，我们得先弄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躲在深山里靠着几句模糊诗句糊弄世人的江湖术士。在波兰，这个名字早就家喻户晓，而他最初出名的方式，说出来你可能会愣上一下，他是靠帮警察找人出名的。过去这许多年里，波兰各地不断有家庭在孩子失踪、亲人离奇消失，警方束手无策的时候找上了这个男人。他们把失踪者用过的衣物、戴过的手表、摸过的照片一件一件放到他的手里，他闭上眼睛，用手指轻轻抚摸，然后开始描述那个人此刻身在什么样的地方，周围有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房子，是生还是死。这种能力在西方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触物感应。而让警方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找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确实找到过人，确实帮忙破过案。早在2003年，他就登上过波兰的电视节目，在全国观众的镜头前公开展示这种能力，几乎是一夕之间全国皆知。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一个焦急的母亲在孩子失踪了许多天之后，走投无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孩子最爱的一件小外套递到这个男人的手里。他闭上眼，沉默许久，然后开口说出一个方向：一条河，一片林子，一栋看起来废弃的屋子。而有些时候，警方顺着这些破碎的线索找过去，竟然真的有所发现。正是这一次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灵验，让这个原本平凡的波兰人一步一步变成了整个国家都在议论的传奇。当然，波兰当地的媒体也不是全都买账，有不少人质疑他，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说他把话讲得够模糊，怎么解释都对。这些质疑其实都很有道理，我们待会儿还会仔细的聊。但无论如何，一个能让警方愿意反复求助的人，总归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那么简单。关于他找人的能力，波兰当地曾经流传着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据说有那么一回，一个人在山林里失踪了很久，搜救队翻遍了每一个角落，却始终一无所获。眼看着就要放弃，家属走投无路，找到了捷可夫斯基。他握着失踪者的一件遗物，闭眼沉思了许久，然后说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特征，甚至描述了附近的地貌。搜救队将信将疑地顺着他指的路走过去，最后竟然真的在那个大致的范围里有了结果。这样的故事在他的经历里并不是孤立。当然，我们无从一一去核实每一个细节的真伪，也许其中不乏被人加油添醋的成分，但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本身就说明了在许多波兰人的心里，这个男人的能力早已不是一句简单的骗术就能够打发得了的。如果只是帮忙找人，那他顶多算是个奇人。真正让他走向国际，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是他后来把目光从一个个具体的失踪者慢慢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命运。他开了自己的频道，开始在直播里谈论地缘政治，谈论战争与和平，谈论那些大国之间看不见的角力。每一次他坐在镜头前闭眼开口，线上都有将近2万人同时屏住呼吸，安静聆听。你能想象吗？2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个时刻盯着荧幕，等着一个闭着眼睛的男人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接下来会走向何方。这本身就已经是这个焦虑时代最生动的一个注脚。人们为什么如此渴望预言？因为我们对未来实在是太不安了。如果你曾经看过捷可夫斯基的直播，你会被那种氛围深深攫住。画面里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炫目的特效，就只是一个寻常的男人坐在一张寻常的桌子前。他常常会拿起一张纸，或者只是闭上眼睛，把手轻轻按在额头上，然后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那沉默有时长得让人以为讯号断了。接着他会皱起眉头，像是在极力辨认什么遥远而模糊的东西，断断续续地
把脑海里浮现的画面一点一点地说出来。他说得很慢，很吃力，仿佛那些画面是要费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从某个深不见底的地方一寸一寸地打捞上来。正是这种笨拙而真诚的姿态，让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相信，他所看见的也许真的不是他自己凭空编造出来的。真也好，假也罢，这种近乎朴拙的表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说服力。那么他到底说中过什么？他曾经说过川普会赢得大选，后来川普真的重返了白宫。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会爆发2场区域性的战争，其中一场会逐渐失控，像野火一样蔓延，最后烧向整个欧洲。当我们回头看看这几年，看看那一片始终没有平息的东欧土地，那一场拖了又拖，始终看不到尽头的战事，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竟然有几分道理？他也曾经把目光投向中东，那一片火药味最浓的土地。而这几年，中东的上空确实一次又一次升起了浓烟，冲突像是被人按下了加速键，一触即发。他甚至在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疫情之初，就隐隐觉得那背后恐怕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流行病，而像是被某种更大的东西所裹挟。当这一桩桩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后背悄悄沁出了一层冷汗？让我们把他关于战争的那一段预言再看得仔细一些。早在那一场席卷东欧的大战爆发之前，捷可夫斯基就曾经隐隐地提到过，那一片土地将会陷入长久的动荡与流血。而当战事真的爆发，并且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年又一年的拖延下去，迟迟看不到和平的曙光时，许多人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了他当初的那些话。他还说过一句更让人心惊的话，他说这2场燃烧在不同大陆上的战火，最终有可能彼此牵动，把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步一步地卷入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东欧的战事未歇，中东的冲突又起，东亚的海面上那个圆圈还在悄悄收紧，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正一步一步地滑向他当年所描述的那个危险的方向？这种感觉才是最让人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当然，我们必须诚实，捷可夫斯基不是神，他也错过，而且错得不少。有细心的人翻出他过去的记录，发现他有时候前后矛盾，这一次说某一场战争会失控蔓延，下一次又改口说是另一场，2种说法根本没有办法同时成立。他自己也很少主动提起那些没有应验的预测，这其实是所有预言家的通病，说中的被无限放大，说错的被悄悄遗忘。久而久之，一个并不完美的预测者就在众人的口耳相传里被镀上了一层神的光环。所以我们今天的态度非常清楚，不神话也不嘲笑，我们只是把它摊在阳光底下，一项一项的看，看那些说中的，也看那些落空的，然后把最后的判断交还到各位自己的心里，这才是面对一切预言最该有的清醒。好，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那个最核心的画面。2月28日，还有那个被围成圆圈的岛屿。捷可夫斯基在描述他的意象时，用的并不是什么军事术语，他不懂什么叫做封锁线，什么叫做禁航区。他只是说，他看见海面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船，它们不是杂乱无章的散开，而是有秩序地一艘接着一艘，绕着中间那一块陆地慢慢地排成了一个环。他说那个环越收越紧，岛上的人想出去出不去，外面的东西想进来进不来，整座岛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轻地攥在了掌心里。他反复强调着一个词，圆圈，一个完整的闭合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圆圈。如果你对这几年东亚的局势稍有留意，听到这一段描述，恐怕很难再保持平静，因为这个圆圈，这个环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幻觉，它有一个我们早就听过无数次的名字，封锁。就在2022年，当时那场围绕着这座岛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岸一口气划出了7个区域，把整座岛团团围住。西方的智库在事后分析的时候，用的正是环绕这2个字。那些封控的区域，恰好就环绕着这座岛最繁忙的航道与空路，
向全世界赤裸裸地展示了一种能力，一种可以彻底把这座岛与外界切断的能力。当时甚至有16枚飞弹飞越了岛屿上空，落在了周边的海域，其中有几枚据说几乎是从最重要的那座城市头顶掠过。那一圈一圈的落点在地图上连起来，不就是捷可夫斯基口中那个越收越紧的环吗？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样的演习并不是只有那一次，此后的这几年，类似的绕岛施压一次接着一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来的一次比一次频繁。那些军舰，那些战机，那些一批又一批越过中线的身影，早就把当年那种偶尔为之的震撼变成了一种近乎日常的新常态。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一件原本会让所有人心惊胆战的事开始一遍又一遍的上演，我们的神经就在不知不觉间被一点一点的磨钝了。捷可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圆圈，也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日子，而是这整整几年一圈一圈慢慢收紧的整个过程。我们得把这件事讲得更透一点，因为这正是整个预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研究兵棋推演的专家们早就反复推演过，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对这座岛动手，最可能的方式未必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千军万马抢滩登陆的画面。横在中间的那一道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110海里宽，要把大军安然送过去，难如登天，代价高到连对岸自己都未必承受得起。所以更阴险也更可能的一步是封锁，是不开一枪就把整座岛围起来，切断它的能源，切断它的粮食，切断它与世界所有的连结，然后静静地等岛上的人在孤立与恐慌之中一天一天地失去信心。这不就是一个圆圈吗？一个不需要流血却足以致命的圆圈。捷可夫斯基，一个从没读过兵书的欧洲通灵者，却用最直白的语言说出了战略专家们心底最深的忧虑。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洞见？我们也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捷可夫斯基偏偏用了圆圈这个意象，而不是别的什么？圆，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符号。它代表着完整，代表着闭合，代表着一种无始无终、无处可逃的宿命感。当一个东西被画成了一个圆，就意味着它被彻底的包裹，被完全的隔绝，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缺口。捷可夫斯基或许并不是刻意选择了这个词，可正是这个从他潜意识里自然浮现出来的意象，精准地传递出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一条线可以绕过，一堵墙可以翻越，可一个完整的圆圈却让人彻底断了念想。也许这正是这一则意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它击中的不只是我们对战争的恐惧，更是我们对于被困、被隔绝、被命运牢牢攥在手心里的那种最原始的不安。让我们把这座岛的处境看得再具体一些。这座岛最脆弱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它的能源绝大部分要靠船只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一旦航道被切断，岛上的灯火还能撑上多少天？它的粮食同样高度依赖进口，超市货架上的东西看似琳琅满目，可真要被围上1个月、2个月，又会是什么光景？更别提那些牵动着全世界神经的晶片工厂，它们是这座岛最珍贵的宝物，是全球科技的命脉所系，却也可能因此成为别人眼中最想牢牢掌控的猎物。捷可夫斯基或许看不懂这些复杂的产业链，可他看见的那个环，那个把一切都困在里面的圆圈，却精准地击中了这座岛最深的软肋。当一个地方，它的呼吸，它的心跳，它的血脉，全都系于外面那几条看不见的线，那么把那几条线围起来，剪断，本身就是一种最无声也最致命的攻击。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在这座岛与世界相连的不只是海面上的航道，还有沉睡在深海底下的那一根根海底电缆。我们每一次的通话，每一封邮件，每一笔交易，其实都是靠着这些看不见的电缆在海底默默的传递。而这些电缆恰恰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神不知鬼不觉的破坏的环节。近几年，这座岛周边的海域就不止一次传出电缆莫名中断的消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种场景吗？在那个圆圈慢慢收紧的同时，
岛上的人们忽然发现自己不仅出不去，连对外的声音都一点一点地变得微弱，最后陷入一种与世隔绝的寂静。这种寂静或许比任何炮火都更让人恐惧。让我们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那个圆圈真的收紧到了极致，我们的日常会变成什么模样？清晨，你打开水龙头，水还在流，可你的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你走进超市，货架上的泡面、罐头、白米开始一格一格地空下去，人们的脸上写着一种强压着的焦虑。加油站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龙，手机的讯号时有时无，提款机前人群开始骚动。这不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这是一个被围困的社会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样子。捷可夫斯基看见的那个圆圈，一旦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是这样一幕又一幕具体而微的煎熬。而封锁这种手段最狠毒的地方，其实不在于物资的匮乏，而在于它对人心的消磨。炮火再猛烈，也总有停下来的一刻，可围困却是一种漫长的不见血的凌迟。他要的不是把你一击打倒，而是要你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与绝望里，自己放弃希望，自己交出信心。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都认为，真正决定一场围困成败的，从来不是城墙有多高，粮仓有多满，而是被围的那些人心里的那一口气能不能撑得住。捷可夫斯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圈住的其实不只是一座岛，更是一场关于意志的残酷考验。更让人感到一种宿命般凉意的是，用预言的方式诉说这座岛命运的，其实远远不止捷可夫斯基一个西方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在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谶语当中，早就有人用一种隐晦而苍凉的笔调描绘过这一片土地的结束，这让整件事蒙上了一层更深也更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在一些古老的寓言诗篇里，这座海上的岛屿被赋予了一个很美的称呼——金鳌。传说中，这一只浮在海面上的巨鳌承载着某种正统，屹立不倒。可就在描绘它繁华安稳的同时，那些古老的句子却又笔锋一转，说出了铁鸟凌空、东南尽毁这样令人心惊的画面。铁鸟在古人的眼中，或许就是那些从天而降的飞行器，东南恰好就是这座岛所在的方位。你看，一个是21世纪的欧洲通灵者，一个是尘封在故纸堆里的东方谶语，他们竟然跨越了几百年的时光，跨越了千万里的距离，指向了同一片海域，同一种劫难。这种东西方预言的遥相呼应，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我们无法参透的天意？当然，这些古老的谶语向来都是最容易被人牵强附会的东西，他们写得极其隐晦，怎么解都能自圆其说。同一句话，100个人来读，可能读出100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提起他们，并不是要吓唬各位，说什么结束已定，在劫难逃。恰恰相反，我们想说的是，从古至今，人类就一直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与想象之中。每一个动荡的年代都会有它的预言，都会有它的谶语，而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就不是那些写在纸上或藏在意象里的句子，而是我们此时此刻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那么2月28日这个日期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把话说清楚，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恐慌。捷可夫斯基在1年之前点出这个日子，说那是一个转折，一个东方战火被点燃的节点。而当2026年的2月底真的到来，我们回头去看那一段时间的东亚，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是持续升温的紧张，是一轮又一轮绕着岛屿的施压，是海面上剑拔弩张的对峙，是各国政要一句话就能引爆的口水与角力。在日本那一边，因为领导人一句关于是否介入台海的表态，惹得对岸勃然大怒，演出取消了，军舰在海上僵持了，连贸易上的合作都冻结了。整个区域就像一锅烧到快要沸腾的水，只差一颗火星。捷可夫斯基口中的那一场战火，究竟是已经以我们没有完全看懂的方式悄悄点燃，
还是正悬在那个日子之后的某一个时刻等着落下？这是一个没有人敢轻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并不是在说那一天真的爆发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事实远比这要复杂，也要幽微。真正可怕的恰恰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宣战，而是那种在灰色地带里一点一点渗透，一寸一寸进逼的压力。今天多一架战机，明天多一艘军舰，后天多一次演习，每一步单独看都还不至于让人拉响警报。可当你把这几年的一切连起来，你会惊觉那个圆圈其实一直都在悄悄地收紧。捷可夫斯基所说的开战，也许指的并不是炮火连天的那一刻，而是这种无声压力开始质变的那一个节点。而那个节点是不是就落在他所说的那个日子前后，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最终的答案。说起来，一个日期本来只是日历上一个寻常的数字，可一旦它被和某种灾难联系在了一起，它就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想想看，当2026年的2月一天一天地逼近那个28号，那些听过捷可夫斯基预言的人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每过一天，那一份不安就多添一分。而当那一天终于到来，又终于过去，无论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发生，那种悬在半空中的心情恐怕都久久难以平复。这就是预言最折磨人的地方，它把一个原本无形的恐惧硬生生钉死在了一个具体的坐标上，让你不得不日夜与它对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学会不被一个日期绑架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饭还是要一顿一顿地吃，该爱的人还是要趁着当下好好的去爱。有意思的是，捷可夫斯基对这一场东方的危机还有一段更长远也更耐人寻味的描述。他说，这一场围绕着大国与岛屿的冲突最终不会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世界末日。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紧张的局面会在2029年前后被某一种力量按下暂停键。而按下这个暂停键的，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并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北方大国，而是东方那个巨人，是那个东方大国自己。这一段话你若细细去品味，会发现它藏着一层很深的意思。它似乎在暗示，真正掌握着这一整盘棋局节奏的，从头到尾都是那个东方巨人。他想收紧圆圈的时候，圆圈就收紧；他想按下暂停的时候，全世界都得跟着停下来。这种对局势主导权的判断，竟然和许多严肃的地缘政治分析不谋而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在很多人的直觉里，战争的爆发与否取决于很多外部的因素，取决于别的国家愿不愿意介入，取决于这座岛自己能不能守住。可捷可夫斯基的意象却在提醒我们，也许这一切的钥匙从一开始就握在那一方的手里。要不要收紧圆圈，什么时候收紧，收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又松开，全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精密的算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这座岛上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功课或许不是去猜测那个确切的日子，而是去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那一只手选择收紧，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那一只手选择松开。看懂了这一层，我们才不至于在漫天的预言里彻底迷失了方向。我们不妨把时间的坐标再往外放大一些，看看捷可夫斯基的意象究竟是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真实背景之上。这几年，关于那座岛屿的命运，早就已经不是一个通灵者在孤零零地说。西方的军事将领白纸黑字地写下过对冲突年份的判断，无数的智库用一场又一场的兵棋推演，反复计算着各种可能的结局。而2027年这个数字被一次又一次的郑重提起，因为那一年恰好是对岸军队一个重要的建军节点，也恰好是那位领导人一个任期的节点。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前后，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到放大镜底下细看。捷可夫斯基把战火的火苗点在2026年，把暂停键按在2029年，恰好就把那个最敏感的2027年稳稳地包在了中间。这又是巧合吗？当一个欧洲通灵者的时间表和最顶尖的军事沙盘如此严丝合缝，我们还能轻松地一笑置之吗？
而在那位东方领导人的口中，统一这座岛从来就是一件被反复提起、被称为必然的大事。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讲话里，这几乎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志。与此同时，那个东方大国自己也并非全无隐忧，经济的增长不再像从前那样一路高歌，内部的种种压力也在暗处悄悄累积。有一种声音认为，恰恰是这种内部的压力，反而可能让外部的冒险变得更有诱惑力。当一个庞大的机器在内部遇到了难以化解的难题，把民众的目光引向一个外部的目标，把内部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共同对外的情绪，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剧本。捷可夫斯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会不会正是这样一种内外交织的复杂压力，最终在海面上投下的影子？而在这一整盘棋局里，还有一个谁也绕不开的角色，那就是海洋另一端那个超级强权。这座岛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旦那个圆圈真的收紧，那个远方的强权究竟会不会出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手，又愿意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有人说他一定会来，因为这座岛对他太过重要，也有人说他未必会来，或者来的没有那么坚决，因为介入一场如此规模的冲突，代价实在太过沉重。这一种深不见底的不确定，恰恰是这一片海域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冒险，都建立在对这一个问题的猜测之上。而捷可夫斯基的意向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看见了那个收紧的圆圈，却没有看清圆圈之外那一双犹豫的手最终会不会伸过来。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这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变得如此的浓烈？其实这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单独造成的，而是无数个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恰好交织在了一起。是那个东方大国在经济与内政上累积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是那位领导人的任期正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周边的国家因为种种的表态让气氛变得越发紧绷，是远方的强权正被别处的战火牵扯着宝贵的精力。所有这些线索像是无数条溪流，在2026年这个当口汇聚成了一股汹涌的暗潮。捷可夫斯基或许无法向我们解释这些复杂的因果，但他那个关于2月、关于圆圈的意象却恰好落在了这一股暗潮最湍急的地方。这究竟是通灵者的直觉，还是时代的巧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恐怕都会有一把自己的尺。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欧洲人的意象会和地球另一端这座岛屿的命运缠绕得如此之深？为什么一个靠帮警察找人起家的通灵者说出来的画面会和最顶尖的战略沙盘重叠得如此精准？有一种解释是，这一切纯属巧合。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在做着无数的预言，总会有那么几个会碰巧和现实对上。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在杂乱的讯息里寻找规律，找到了就惊呼神准，找不到的早就被我们自动地忽略掉了。这种解释，冷静、理性，也很可能就是真相的全部。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一种让我们在深夜里不太敢去细想的解释，那就是也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世界的走向早已被写下了某一种剧本，而某些特殊的人，某些像捷可夫斯基这样的人，只是恰好拥有了一双能够提前偷看几页剧本的眼睛。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此刻所经历的一切紧张与不安，那座岛屿上空盘旋的阴影，就不是偶然，而是某种早已注定的必然。哪一种解释更让你心安，哪一种又更让你害怕？这恐怕永远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悬而未决，才让这一类预言拥有了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让我们再回到捷可夫斯基本人身上，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看见这些画面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那并不是一部清晰流畅的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破碎的画面，一些强烈的情绪，一些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能理解的符号，像潮水一样涌进他的脑海。他看见一个圆圈，却未必知道那个圆圈叫做封锁。他感觉到2月的寒冷与肃杀，
却未必能说清那背后具体的军事部署。它就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接收到了来自远方的讯号，却要用自己有限的词汇，努力地把那些杂讯翻译成人们能听懂的话。这也正是所有预言最吊诡的地方，他们往往在事情发生之前，模糊的让人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却又在事情发生之后，清晰的让人毛骨悚然。我们永远是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惊觉原来一切早有预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该把预言当成一份精确的行动指南，它更像是一种氛围的预报，一种情绪的警讯。它告诉你，远方有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却没有办法告诉你那场风暴会在哪一分哪一秒落在哪一条街的哪一个屋檐。如果我们把一个模糊的意象硬生生解读成一份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刻表，然后据此去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那我们就把预言的性质彻底搞错了。捷可夫斯基能看见那个圆圈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但那个圆圈究竟会不会真的闭合，什么时候闭合，这其中还有太多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变数。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预言，我们这些活在当下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是该立刻收拾行囊赶紧逃离，还是该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我想这两种都不是最好的答案，恐慌无济于事。因为如果真的有那样一个圆圈在慢慢收紧，慌乱只会让我们更早地失去判断，而完全的漠视也同样危险，因为它会让我们在真正的变化来临时措手不及。真正成熟的态度也许是既不轻信也不轻忽。我们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一个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真实存在的风险，去思考万一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手里究竟还握着哪些选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积蓄，我们的退路，是不是都已经做过了最坏的打算？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清醒，一种对自己也对家人负责的清醒。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遥远的波兰男人如此地在意？为什么一则关于圆圈的意象能让这么多人辗转难眠？我想那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份对未知的深深恐惧。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变故，害怕那些我们拼尽全力守护的一切会在某一个猝不及防的清晨轰然崩塌。而预言恰好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仿佛只要提前知道了那个日期，我们就能做点什么，就能逃过那一劫。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种对确定性的执着本身也是一种枷锁。真正的从容或许并不是来自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来自于一种笃定，一种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都有勇气去面对的笃定。这一份笃定才是任何预言任何意象都无法给予也无法夺走的。我们也常常在想，做这样一档节目，把这些沉重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地摊开来讲，意义究竟在哪里？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我们想做的从来就不是散播恐惧，也不是叫卖焦虑，我们想做的是陪着各位在这个资讯纷杂人心惶惶的时代，一起用一种既不回避也不盲从的态度去凝视那些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阴影，凝视它，理解它，然后放下对它过度的恐惧，转过身，把更多的温柔与力气留给我们眼前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这才是我们每一次坐在镜头前娓娓道来的最深的初衷。我们也要格外警惕另外一种声音，每当这一类预言流传开来，总会有人趁机贩卖焦虑，把恐惧变成生意，怂恿大家去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他们会告诉你，快把房子卖了，快把钱换成某种东西，快听他的话做这做那，仿佛只有跟着他走才能在那个圆圈里活下来。可各位一定要记得，真正关心这片土地的人从来不会用恐吓去让你乱了方寸，他们会告诉你，看清风险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阴影里。捷可夫斯基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描述意象并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有所准备。准备这两个字才是所有预言真正的价值所在。它不是要来夺走我们的希望，而是要我们在希望之外也为自己留下一分清醒，一分余地。
让我们把视野再往上拉高一层。捷可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个圆圈，其实不只是一座岛屿的命运，它更像是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旧秩序不断崩解，新秩序却尚未成型的年代。东欧的战火还在燃烧，中东的浓烟尚未散去，而东亚的这一片海域又悬着一柄看不见的利剑。大国之间的每一次试探，每一次角力，都牵动着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日常。我们或许无力去改变那张大棋盘上的走向，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是被恐惧牵着鼻子走，还是在认清了现实之后，依然努力地把眼前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好？这种选择的自由，才是任何预言都夺不走的东西。有人问，既然捷可夫斯基连2月28日都能说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是不是就该全盘相信他后面说的每一句话？这里我必须再一次提醒各位，说中一次，并不代表永远说中。在命理与意象的世界里，最危险的，恰恰就是那种因为一次灵验，就把一个人捧上神坛，从此对他言听计从的心态。捷可夫斯基自己都会出错，都会前后矛盾，我们又怎么能够把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完全交到一个远方陌生人的意象手里？听可以，信要慎重，而行动更要建立在对真实世界的判断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一个预言的盲从之上。真正的智慧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参考，却始终让自己的脑子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温度。那个圆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其实也未必只有绝望。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黑暗的预言往往也蕴藏着一种奇特的力量，那就是警醒。多少次正是因为人们提前预见了危险，才拼尽全力去避免它，最后让那个可怕的预言变成了一张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成真的末日预言和一个落空的末日预言，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答案再明显不过。如果捷可夫斯基的意象能让更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和平的可贵，开始珍惜此刻还能安稳度过的每一天，开始为最坏的情况默默做好准备，那么即使这个预言最终落空了，他也算是完成了他最善良的使命。一个没有应验的末日预言，永远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结局。我们宁愿他这一次错得彻彻底底。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件事，那个圆圈一旦真的收紧，痛的绝不只是这一座岛，这一片小小的海域，牵动的是整个世界的神经。这座岛上生产的那些小小的晶片，早已渗透进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你手里的手机，你开的车，你家里的电器，医院里的仪器，工厂里的机器，它们的背后几乎都有它的影子。一旦这里的供应被切断，全球的科技产业会在瞬间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物价会飞涨，工厂会停摆，无数人的生计会受到牵连。所以说，这座岛的安危从来就不只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一件大事。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圆圈能不能收紧，其实也牵扯着这个世界上太多方的利益与角力。而这种盘根错节的牵制，反过来竟也成了维系这一片海域脆弱和平的一种微妙而重要的平衡。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个很现实的隐忧，那就是当战争的预言一年又一年的被人反复提起，说了这么多次，却始终没有真正降临的时候，人们心里那一根紧绷的弦反而会慢慢的松懈下来。这就是那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喊得多了，听的人便不再当真。可最危险的恰恰就是这一种麻木，因为真正的危机往往就是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不会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的降临。所以捷可夫斯基这一类的预言，它真正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准不准，而在于它像一记警钟，时不时的敲响，提醒那些已经习惯了太平日子的我们，千万不要在温柔的安逸里彻底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活在无尽的不确定之中。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意外和明天究竟哪一个会先来。从这个角度看，捷可夫斯基口中那个关于岛屿的圆圈
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无法预知的风险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智慧从来就不是去妄想消除所有的不确定，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智慧是学会与不确定和平共处，是在明知道明天充满变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今天过好。这或许才是所有预言最想要教会我们的一课。我知道听到这里一定还有不少理性的朋友心里是充满怀疑的，你们会想，这不过就是又一个哗众取宠的预言，又一次贩卖焦虑的表演罢了。我想说，你们的这一份怀疑非常宝贵，请一定要好好守住它。在这个资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保有一份清醒的怀疑，比轻易的相信要珍贵太多太多。我们做这一期的内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你们去相信什么，我们只是把一个现象，一个引发了无数人讨论的预言摊开在你们的面前，连同它背后那些真实存在的地缘局势一起呈现出来。信还是不信，判断的权利永远都牢牢地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守护的东西。最后，我还想说一点题外话，这座被预言反复提及的岛屿其实有着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韧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无数的风雨，走过无数的坎坷，却始终保有一种乐观而坚韧的生命力。回望历史，多少一度被认为在劫难逃的危机，最后都因为人们的智慧、勇气和那么一点点的运气，最终化险为夷。预言描绘的是一种可能，却绝不是唯一的结局。只要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愿意珍惜彼此，依然愿意为和平多尽一分心力，那么那个令人不安的圆圈就永远都有被打破的希望。命运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完全写死的，留一分余地给希望，其实也就是留一分余地给我们自己。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2025年的某一天，一个波兰男人在镜头前闭上了眼睛，说出2月28日，说出那个越收越紧的圆圈。1年之后，当这个日子真的到来，当那座岛屿上空的阴影真的变得越来越浓，我们坐在这里回望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我们无法断言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未来，我们也无法保证他接下来说的每一句都会成真。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圆圈提醒了我们，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我们每天抱怨却又离不开的平凡生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也更加珍贵。也许捷可夫斯基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从来就不是那一场冲突具体会在哪一天爆发，他想告诉我们的是，趁着那个圆圈还没有完全闭合，趁着我们还拥有选择的自由，好好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去过我们眼前的每一天。因为在这个谁也无法预知明天的世界里，能够平平安安的和家人吃上一顿热饭，能够在夜里安安稳稳的睡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我们用心去守护的莫大的幸运。我们常常以为这些平凡的幸福理所当然，可预言就像一记警钟敲醒我们，原来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中年男人，在1992年曾经对着收音机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座早就写好剧本的舞台，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只是这出大戏里的临时演员，忙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却从来没有翻开过那本剧本的封面。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曾经翻开过。他翻开剧本，不是因为他是先知，也不是因为他会通灵算命，而是因为很多年以前，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国海军制服，在一个本不该由他这种小人物打开的保密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其中的几页。9年之后，他死了，而他的死法和他很多年前就亲口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最诡异的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几页剧本，如今在2026年的今天，正一页一页慢慢变成我们每个人眼前的现实。他的名字叫做米尔顿·威廉·库柏，大家更习惯叫他比尔·库柏。今天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人当年读过的那几页所谓的世界剧本
重新一页一页翻开，摊在你面前。看完之后，是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还是觉得后背阵阵发凉？你自己决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清楚一件事，今天这个故事注定会充满争议，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被一部分人当成圣人，又被另一部分人当成骗子的男人，所以我不会要求你去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恰恰相反，我反而希望你带着最大的怀疑，跟我一起把这个男人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一遍。因为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他到底准不准，而是当我们把他那套几十年前的说法和今天这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世界放在一起对照时，我们会被逼着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又有多少是别人替我们悄悄安排好的？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比尔·库柏出生在1943年，一个标准的美国军人家庭。他从小跟着当空军的父亲，在世界各地的基地之间搬来搬去。长大以后，他很自然的也穿上了军装，先是进了空军，后来转到海军，还在越战期间上过战场，在巡逻艇和潜艇上服役。这是一个在体制里泡大的人，他懂得服从，懂得保密，也懂得什么叫做命令。换句话说，他绝对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站在体制对立面的反骨之人，恰恰相反，他曾经是这台庞大机器里一颗忠诚的螺丝钉。而越战的经历，据说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是一场让无数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政府第一次产生巨大怀疑的战争。一个曾经坚信自己在保家卫国的军人，亲眼看到了战场上的种种，再回过头去重新打量他效忠的这个体制，那种信念的崩塌是会把一个人彻底改变的。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比尔·库柏内心的转变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最终决定要把矛头对准他曾经效忠的一切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几乎是亲手把自己从一个体制内的人变成了一个被体制追杀的人，而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是他后来的一个职务。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经被调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情报简报小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负责把最高机密的情报整理好，呈报给舰队最高指挥官过目的那一小撮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大量盖着最高机密戳记的文件会从他的手上经过，而他声称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在1970年代初，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一些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军官权限，也远远超出他心理承受能力的东西。他说，那些文件里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绝密报告，有关于外星接触的记录，更有一份份关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未来几十年要怎么走的详细计划。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无意中走进了放映室的观众，提前看到了整部电影的结局。从那一刻起，他说，他就再也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再也没办法像从前一样安稳地活下去了。当然，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份解密档案能够100%证实他真的看过这些东西。这一点我们先牢牢记在心里，后面会专门回过头来讲。但无论真假，这个故事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一个自称读过剧本的人，决定要把剧本的内容喊给全世界听。那么他到底声称自己看到了什么？这部分恰好是这个男人最早成名，后来却又让他最受争议的地方。在踏入秘密政府这个主题之前，比尔·库柏其实是靠着不明飞行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幽浮这个话题闯出名号的。在1980年代末，他开始公开宣称，美国政府不仅早就知道外星人的存在，甚至还和某些外星文明签订过秘密协议。他描述的版本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他说，有一个极度机密的小组，专门负责处理外星事务。他说，在内华达州的沙漠深处，有一个被外界称为51区的秘密基地，那里进行着最不可告人的研究。他甚至把外星人的种类、飞碟的型号、坠毁和回收的细节都讲得绘声绘影。在那个还没有网络资讯极度封闭的年代，
这些说法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幽浮爱好者的圈子。可以说，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幽浮传说的母题源头都和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但这里又得补上极为重要的一笔，比尔·库柏关于外星人的这套说法后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连幽浮研究圈子内部都有很多人不买账。更关键的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比尔·库柏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开始公开表示，他怀疑当年那些关于外星人的文件本身就是政府故意放出来的假情报。他认为那个目的是用一个更耸动的外星威胁来掩盖他们真正在进行的那场针对全人类的地面上的控制计划。换句话说，这个男人亲手推翻了自己早年赖以成名的那套故事。你说他到底是越来越清醒，还是越来越混乱？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到了1988年，比尔·库柏说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发现当年在文件里看到的那些计划正在一件一件按照时间表发生。于是他开始到处演讲，开始上各种电台节目，像个传教士一样，逢人就讲他所知道的内幕。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成怪人，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他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吸引。他从来不说也许，不说大概，他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又狠又准地敲进听众的脑子里。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取自圣经启示录里最恐怖的一段。启示录里说，当第4个封印被揭开，一匹灰白色的马就会出现，骑在马背上的名字叫做死亡，阴间也跟随着他。比尔·库柏就用这匹苍白的死亡之马给自己的书命了名，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苍白骑士。光是这个书名就已经把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末日感铺满了整个封面。在那本书出版之后，比尔·库柏并没有停下来，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疯狂的事，他开了一档每天深夜播出的短波广播节目。短波是什么概念？那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传到地球另一端的老式无线电。每天当大半个美国都已经睡下，比尔·库柏就会坐到麦克风前，用他那把带着军人威严的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对着那些在黑暗中收听的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把他的听众称为自由人，反复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醒过来，做一个能够自己思考、自己做主的人。那档节目在很多老听众的记忆里成了一个时代深夜里的某种精神图腾。而那本苍白骑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地下传奇，它从来不是什么登上畅销榜的体面读物，但它的影响力却像地下水一样悄悄渗透进了美国社会的每一道裂缝。它在嘻哈圈里被一代又一代的饶舌歌手反复引用，它在监狱里被囚犯们翻到书页脱落，它在无数个深夜的车库和地下室里被一群相信自己看穿了世界的人当成圣经一样传阅。可以说，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半套关于秘密政府的说法，源头都能追到这本书上。也正因为影响力这么大，这本书的传播其实还带着一段相当黑暗的尾巴。在1990年代，那个美国民间武装团体兴起的年代，苍白骑士成了许多反政府人士的精神读物。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后来制造了奥克拉荷马式爆炸案，那场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的本土恐怖攻击的凶手，据说也曾经四处兜售和推荐这本书。一本书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警觉，也可以喂养一个人的偏执，甚至可能成为点燃灾难的火星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聊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份清醒和距离。说到比尔·库柏的同行，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在那个年代，美国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名的靠揭露阴谋起家的广播主持人。有趣的是，比尔·库柏一点都看不上这位同行，他公开批评对方是一个只会贩卖恐惧，靠着耸人听闻来博取关注的人。他觉得真正的觉醒是要冷静地基于证据地去思考，而不是整天把听众吓得魂不附体。这场两位阴谋论大师之间的隔空互呛，至今还被很多老听众津津乐道。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便在这个圈子内部，对于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表演，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比尔·库柏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以为的这个世界是假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由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总统、那些选举、那些政党在推动的，真正在背后下棋的是一小撮你永远不会在选票上看到名字的人，一个跨越国界、凌驾于所有政治分歧之上的秘密圈子。比尔·库柏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下棋。他说，普通人看政治，看到的是棋盘上你来我往的热闹，今天这个党赢了，明天那个党输了，大家为了支持哪一边吵得面红耳赤。可在那一小撮真正的棋手眼里，棋盘两边的棋子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左边也好，右边也好，红的也好，蓝的也好，全都是他们手里用来推进局势的工具。为了赢得整盘大棋，牺牲掉几枚棋子，制造几场混乱，甚至挑起几场战争，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战术。而这盘大棋最终要走向哪里，比尔·库柏给出了一个让无数人闻之色变的词：新世界秩序。他说，这一小撮人真正的目标是要一步一步瓦解掉所有国家的主权，废掉所有国家的边界，最后把全人类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之下。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国家，没有公民，只有被管理的人口和被分配的资源。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套标准的阴谋论吗？没错，这就是阴谋论。但比尔·库柏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空口说白话，他在书里塞进了大量他声称是证据的东西，各种条约，各种誓词，各种他说是从机密文件里抄出来的计划片段。他像一个偏执的拼图玩家，把成千上万块看似毫不相干的碎片硬是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图画。而这幅图画的震撼力恰恰来自于它的完整，它让你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让你困惑的事情背后都连着同一根线。比尔·库柏的拼图里有一些是他招牌式的极度大胆的具体指控，比如关于甘乃迪总统遇刺这件20世纪最大的悬案，比尔·库柏就提出过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说法。他声称真正开枪打死甘乃迪的根本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凶手，而是另有其人，甚至牵扯进了那场巨大的秘密。这个说法后来被大量的影像和证据反复检验，最终被广泛认定是站不住脚的。但你必须承认，这种把所有最大的谜团全都接到同一张网上的本事，正是比尔·库柏最迷人也最危险的地方。他总能给你一个简单到极致的答案，去解释这个复杂到让人绝望的世界。如果你真的翻开这本厚厚的苍白骑士，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边界的迷宫。他从一声警告开始，比尔·库柏一上来就告诉读者，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个国家正在沉睡中一步步走向被奴役的深渊。接着他带着你穿过一个又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从秘密社团的历史到他声称的各种古老条约，从联邦政府的紧急权力到他眼中那个早已被掏空的宪法，再到后面话题又突然一转，从地面上的阴谋飞向了天上的飞碟，钻进了沙漠里的秘密基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它拒绝把任何事情分开来看。在比尔·库柏的世界里，金融、战争、法律、媒体、科学、疾病、毒品，还有外星人，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台巨大机器上环环相扣的齿轮。它告诉你，你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混乱，看不懂，恰恰是因为有人故意要让你看不懂。而只要你接受了它这套框架，你就会觉得，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和荒谬背后都藏着一个冷酷而清晰的设计。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在现实里感到无力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这幅大拼图里，有一块碎片，是整本书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它的名字叫做无声武器，寂静战争。比尔·库柏说，这份文件的来历非常离奇，据说是有人在1986年从一场军方的旧货拍卖会上买回了一台二手的影印机，
结果在拆解整理这台机器的时候，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份夹着的，看起来像是最高机密的文件。这份文件自称是一份内部的城市设计手册，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让人寒毛直竖的话。他说，这份文件标志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战25周年，而这场大战被称为寂静的战争。它不是用坦克和飞弹打的，而是用一种看不见的无声的武器在打。那么这种无声的武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数据、资讯、经济还有心理。这份文件的核心思想放在1950几年那个年代简直像天方夜谭。他说，一群掌权者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能够收集到一个社会里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经济资讯，比如你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那么只要有一台足够强大的电脑，就能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电路来计算。你可以预测这群人下一步会怎么想，怎么做，甚至可以悄悄地把整个社会推向一个你预设好的方向，而被推动的人自始至终都毫无察觉。文件里甚至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这一切就绪，掌权者就可以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来控制整个世界。请你记住这句话。在1992年，当比尔库柏在收音机里念出这段文字的时候，绝大多数听众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一台影印机里调出来的鬼话，用一台电脑控制全世界，这听起来就像3流的科幻小说。可是，朋友，请你回到2026年的今天，回头看看你口袋里那台手机，看看那些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演算法，看看那些根据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精准推送给你的内容，然后再回头读一遍那句话，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控制整个世界，你还笑得出来吗？这份所谓的无声武器手册还有一个更阴险的细节，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他声称要控制一个社会，最难计算的其实是普通家庭的消费行为，因为人心善变，难以预测。于是这套理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去收集每一个家庭的数据，去摸清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的恐惧，直到能够精准的预测并且引导你的每一个选择。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那套围绕着我们每个人打转的庞大的数据和广告产业？30多年前一份来历不明的文件，竟然像是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张草图。而把这套理论串起来的核心套路，比尔库柏反复地强调，就是制造问题，再提供解决方案。他说，掌权者真正的手法从来不是直接把你想要的东西抢走，而是先亲手制造一场危机，一场混乱，一场让你恐惧到极点的灾难，然后静静地等待你在恐慌之中自己跑出来，哭着喊着求他们给你一个解决办法。这时候他们在不慌不忙地端出那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的方案，而那个方案的代价往往就是你的某一部分自由。你不但不会反抗，反而会对拯救了你的他们感激涕零。在比尔库柏看来，这才是整个世界剧本里被使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一招。在《苍白骑士》这本书里，比尔库柏还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他所谓的这个国家内部早就准备好的一套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机器。他指着一些跟国家紧急状态有关的法案，指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声称在国家紧急状态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底下，藏着一套可以用来拘押异议者、终止宪法权力的隐秘架构。他说，这套机器平时就像沉睡一样，静静地躺着，只等着一场足够大的危机降临就会被唤醒。我必须说清楚，他这部分的很多具体指控后来都被证明是夸大甚至是错误的解读，但他真正想戳中的那个恐惧却意外的经久不衰。那就是当一个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下，人们会多么轻易的为了一点点暂时的安全感，亲手交出自己最宝贵的自由。不过真正把比尔库柏从一个地下怪咖推上神坛的，并不是这些听起来缥缈的理论，而是一件具体到了极点也残酷到了极点的事情。让我们把镜头对准2001年的6月28日那天晚上，比尔库柏一如往常主持着他那档深夜广播节目。每天深夜，
他都会透过短波电台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听众说话。可那天，他的语气异常凝重，他对着麦克风向所有正在收听的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做好准备，一场巨大的攻击就要来了。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播放的话。他说，这场攻击发生之后，他们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叫做宾拉登的人身上。但是他几乎是在嘶吼。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不会是宾拉登干的，那会是那些躲在新世界秩序背后的人自己一手策划的。说这段话的时候是2001年的6月底，75天之后，也就是那一年的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整个世界在电视直播里看着那两栋摩天大楼轰然倒塌，而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几乎是立刻一个名字就占据了全世界所有的新闻头条。那个名字就是奥萨马·宾拉登。你能想象当时那些听过比尔·库柏6月底警告的听众是什么感受吗？他们眼睁睁看着1个多月前还被当成疯话的预言，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分毫不差地变成了现实。从那天起，比尔·库柏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里就从一个喋喋不休的阴谋论者变成了一个真正读过剧本的先知。911之后的那段日子，比尔·库柏的节目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段高峰。无数在巨大恐慌和困惑中的人疯狂地涌向他的广播，想从这个仿佛早已知道一切的男人嘴里听到一个解释。他在节目里连续多日试图去拆解他所认为的那场灾难背后的真相。他的声音透过短波电台传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的地方。然而他大概也隐隐地感觉到，当他站到聚光灯最中央的那一刻，他先前为自己预言的那个结局也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必须要保持冷静，把另外一面也讲清楚，因为事情很可能没有那么神。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比尔·库柏发出警告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在那之前不久，也就是2001年6月下旬，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宾拉登扬言要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报道。换句话说，宾拉登这个名字会跟一场大攻击挂上钩，在当时的新闻圈里并不是什么绝对的秘密。所以怀疑者认为，比尔·库柏与其说是预知了未来，不如说是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对着当时的新闻线索做了一次非常大胆也非常精准的推理。而且关于911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内部行动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流传极广却被历次官方调查反复否定的阴谋论。我们在这里复述比尔·库柏的原话，是为了还原这个故事的全貌，并不代表这个说法就是事实，请你务必把这一点分得清清楚楚。但即便如此，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那就是在那场灾难真正发生之前，这个男人确确实实当着成千上万听众的面喊出了那个名字。这份在时间线上的精准，无论你如何解释，都足够让人在某个深夜里反复回味，久久无法入睡。而比尔·库柏的传奇还有更诡异的一笔，因为他不只预言了那场攻击，他还预言了自己的结局。早在很多年前，比尔·库柏就不止一次地对听众说过，他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他说，他们不会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抓他，他们会在某个深夜悄悄地摸到他位于山坡上的家门口，然后把他当场打死。他把这个画面描述得清清楚楚，仿佛他早就亲眼看过了这一幕。在这之前，比尔·库柏的麻烦其实已经缠身。1998年，他因为逃税的指控被司法部盯上，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到了2000年，他甚至被美国法警局列为了重点通缉的逃犯之一。比尔·库柏本人坚信，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政府和税务部门因为他说的太多而对他展开的政治迫害。他躲进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偏僻的小镇，名叫伊格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家里过着高度警戒的生活。2001年11月5日的深夜，将近午夜时分，阿帕契郡警长办公室的几名副警长来到了他家附近。根据事后的说法，
这些警员开着没有标志的车辆，没有穿制服，在他家门外的一处路口制造动静。比尔·库柏听到声音，走出家门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的说法里有着不同的版本，但结果是确定的。双方爆发了冲突，枪声响起，一名副警长中枪受伤，而比尔·库柏在那一夜永远地失去了生命。死亡证明上记载的日期是11月6日。他死的方式，几名警员深夜在他自家门口的山坡上，和他多年前亲口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巧合了。这是一个读剧本的人，最终连自己被剧本写好的退场方式都一字不差地说中了。而对于官方来说，这只是一次因为拒捕而导致的不幸的执法冲突。同样一件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这几乎成了比尔·库柏这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完美的隐喻。在他死后，他的追随者们把他奉为一位为了真相而献身的烈士。他们说，这个男人因为知道的太多，说的太多，最终被他毕生对抗的那股力量给消灭了。他的广播录音，他的演讲片段，在他死后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们被一遍又一遍地上传、剪辑、传播。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危机来临时，他们又会被重新挖出来，配上新的标题，获得新的一批信徒。可以说，比尔·库柏这个人虽然死了，但比尔·库柏这个符号却像他口中那个剧本一样，拥有了自己顽强的、不肯谢幕的生命。好了，铺垫到这里，我们终于要回到今天这支影片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在1992年就自称读过剧本的男人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今天2026年的我们感到如此不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在2026年，这个沉寂了20多年的名字会再一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传遍整个网络？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里，有好几页恰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时被翻开了。人工智慧的爆发让那一页关于人类扮演上帝的描述突然有了重量。各国对数位货币、对数位身份的讨论，让那一页关于买卖权柄的解读突然有了轮廓。而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离不开的那块发光荧幕，更是让那一页关于分心和控制的预言变得无比真切。一个说对了一件事的人是巧合，一个在30多年前同时描述了好几件如今正在发生的事的人，就足以让人在深夜里反复的睡不着觉了。接下来，我就带你一条一条看看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第一页，也是最核心的一页，叫做剧本本身。比尔·库柏最惊人的观点，其实不是预言某一件具体的灾难，而是他指出，那些掌权者是在照着一个剧本行事。他甚至认为他们会刻意利用人们心中的宗教预言，比如《圣经启示录》里描述的世界末日，来当成他们的行动蓝图。一方面，他们按照预言里的剧情，一步步制造对应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信徒们对预言的虔诚，让大家觉得这既然是注定要发生的，我们这些凡人又何必去反抗呢？你看，当预言变成了一种让人放弃抵抗的工具，那它本身就成了最高明的武器。这就是世界剧本这4个字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含义。第二页叫做被收窄的视野。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就预言，真正的审查未必需要长得像独裁。他说，未来不需要派士兵去烧书，去封住人的嘴，只需要让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几只手里，再让里面的人因为饭碗和前途，自己学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会一直以为自己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可实际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相信的，全都是在一个被精心管理过的范围之内。请你想想，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的资讯是不是正越来越多的从那么几个巨大的平台，那么几套看不见的演算法里流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地浏览整个世界，可我们看到的会不会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块？第三页叫做面包与马戏，这是一个古老的罗马概念，意思是只要给民众足够的食物和足够的娱乐，
他们就会变得温顺，不再去关心权力的事情。比尔·库柏预言，在未来，娱乐和分心会从一种消遣升级成一种统治的技术，无休无止的体育赛事，铺天盖地的明星八卦，永远刷不到底的各种短影音。他们看起来人畜无害，可在比尔·库柏的眼里，他们是控制机器上一个精密的零件，一个被娱乐喂得饱饱的，情绪上时刻被占据着的大众，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追问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今天的手机荧幕，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时。第4页是所有预言里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撞得最响的一页，比尔·库柏称之为超越人类。他说，那一小撮掌权者真正的野心远不只是控制世界这么简单，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利用科技去追求肉体的永生，去打造更优越的超级人种，最终让人透过技术变成神。他甚至描述了一种人和机器融合的未来。请注意，他说这番话是在30多年前，那时候连智慧型手机都还没有影子。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谈论人工智慧，谈论它什么时候会超越人类。我们有人在认真的研究如何逆转衰老，延长寿命。我们有人在研发能把大脑和电脑直接连起来的晶片。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描述的那个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剧本，是不是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真实地上演？而且，请你仔细想想比尔·库柏这套说法里最吊诡的一个层次。他说，那些掌权者追求的不只是用机器来控制别人，更是想透过机器来超越他们自己作为人的极限。在这个框架里，人工智慧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更像是一个被用来扮演造物主的祭坛。我们造出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东西，然后我们会不会反过来被它或者被那些掌握它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人？这个问题在比尔·库柏说出那番话的年代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悬想，可是在2026年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最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在严肃争论甚至感到忧虑的真实议题。一个几十年前的广播主持人竟然把问题的方向指得这么准，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深思了。第5页叫做买卖的权柄。比尔·库柏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他引用启示录第13章里那个著名的场景，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套系统，让没有得到许可的人无法进行任何买卖。他把这个和战争、饥荒、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都串在了一起。在他的剧本里，先是制造混乱和恐慌，等到大家被折磨得受不了，开始主动呼唤一个能够拯救他们的权威时，这套能够掌控每一笔交易的全球系统就会顺理成章地登场。我必须强调，这是比尔·库柏对宗教预言的个人解读。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的今天，看着世界各国都在热烈地讨论数位身份，讨论可以被城市控制的数位货币，讨论一个无现金的社会时，回过头再看他这页剧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个人的信用、个人的行为正在被一套庞大的系统打分。分数高的人寸步通行，分数低的人连买一张车票都可能变得困难。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并没有预见到这套系统的具体长相，但他预见到了它的灵魂。他预见到了技术一旦和权力结合，就有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张可以被随时冻结的行走的账户。在那个年代，这听起来纯属疯人一语，可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幻问题，而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了。还有一页叫做被制造的对立。比尔·库柏特别强调，要让一群人乖乖地交出权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让他们自己人斗成一团。他说，当一个社会被撕裂成两半，当人们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另一半，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胞身上时，他们就再也没有力气去抬头看一眼那真正站在他们头顶上的人了。制造对立，挑动仇恨，让彼此把对方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在他的剧本里是一道屡试不爽的工序。我想，
生活在2026年的我们，对这页剧本恐怕会有一种格外刺痛的共鸣。打开任何一个社群平台，那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气氛，那种轻易就能被点燃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怒火，是不是正好就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幅景象？而最后一页，也是比尔·库柏认为最可怕的一页，叫做自愿的锁链。他说，这场大戏的结局不会是有人拿着枪把你关进一个看得见的牢笼，恰恰相反，那太笨拙了，也太容易引起反抗了。真正的结局是，你会在日复一日的恐惧、分心和疲惫当中被一点一点的说服，最后心甘情愿的自己走进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笼子。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早就把所有能够选择的权利亲手交了出去。最高明的囚禁是让囚犯发自内心的爱上自己的牢房，甚至还会去攻击那些想要叫醒他的人。把这几页剧本一页一页摊开以后，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在20多年前就已经死去的男人，他描述的那个世界怎么会和我们此刻正生活着的2026年重叠的这么厉害？一个被少数平台喂养着资讯的世界，一个被无穷无尽的内容占据着每一分钟注意力的世界，一个正在认真讨论要不要让机器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世界，一个连我们用什么方式花钱都可能被重新定义的世界。当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他30多年前的口中跳到我们今天的眼前时，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在某个瞬间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讲到这里，气氛已经有点太沉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踩一脚刹车，非常严肃地把这个男人和他理论的另一面也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因为一个负责任的讲述绝不能只挑那些听起来最震撼的部分。首先，比尔·库柏的很多预言之所以显得很准，是因为预言这种东西本身就有极大的解释弹性。一个说得足够模糊、足够宏大的预言，几乎总能在后来的某个现实里找到对应。而且，当一个带着具体日期的预言落空时，相信的人往往不会放弃，他们只会把日期往后挪一挪。事实上，比尔·库柏本人就有过明确落空的预言。他曾经给那场世界末日级别的大战定过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说大约从1996年开始，启示录里的末日大决战就会变成现实。结果我们都知道，1996年平平安安的过去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很深的陷阱。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讨厌混乱和巧合。所以，当我们手里攥着一个笼统的预言，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自动忽略掉那些没说中的部分，然后死死抓住那一两个说中的细节，大喊一声太准了。再加上比尔·库柏的很多说法，比如批评权力、批评媒体，本来就带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味道。它就像一件不分尺寸的衣服，无论套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身上，好像都还算合身。看穿了这一层，你或许就能稍微冷静一点，去看待所有那些听起来神乎其神的预言了。其次，他那套故事最关键的根基，也就是他声称在海军情报部门看过机密文件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独立的证实。我们能听到的永远只有他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后来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他早年关于外星人的一些惊人说法，连他自己在晚年都做了修正和撤回。而最重要也最不能回避的一点是，比尔·库柏的那本《苍白骑士》其实是一本充满严重问题的书。在书里，他竟然原封不动地收录了一份叫做西安长老会纪要的东西。这份东西是20世纪初被伪造出来的一份恶名昭彰的反犹太文件。它在历史上曾经被用来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和迫害，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而它早就被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致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比尔·库柏曾经辩解说，读的时候只要把里面指犹太人的地方换成他所说的那个秘密组织就行了。但这种辩解根本无法洗刷这本书传播仇恨伪作的污点。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历史学界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
始终保持着最严厉的批评。不止如此，这本书里还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明显有害且错误的说法，比如他宣称艾滋病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这类说法早已经被严谨的科学研究彻彻底底的驳倒。所以请你务必记住，我们今天聊比尔库柏是把它当成一个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剖析，而绝对不是在说他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它更像是一块巨大的罗夏墨迹，在崇拜者眼里他是殉道的先知，在批评者眼里他是危险的骗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被自己的偏执一步步吞噬掉的悲剧性的人物。那么把这些光环和污点，这些震撼和荒谬全都拨开以后，比尔库柏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还算得上有价值的东西吗？有意思的是，恰恰有那么一点，很多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不轻的人都忽略了比尔库柏反复强调的另外半句话。他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恰恰相反，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呼吁上。他说，这个剧本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改写它的唯一办法不是恐慌，不是躲藏，更不是束手就擒。他说的方法其实朴素得有点不像一个阴谋论者。他说，去清醒过来，去自己读书，自己查证，凡事都要求一个证据，不要因为某个权威说了，某个荧幕上播了，你就全盘接受。他说，去独立地思考，不要把自己的脑子外包给任何人。他还说，要趁着我们还握有这份权利的时候去参与，去发声。你发现了吗？把比尔库柏所有那些关于外星人、关于秘密政府、关于末日大战的骇人听闻的内容全都拿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核心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也一点都不阴谋。它甚至算不上是什么预言，它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一个关于责任的道理。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拒绝被动，别把判断的权利轻易交出去。这些话，无论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剧本，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听进去的。说到底，一个健康的人既不应该对着任何声称掌握了终极真相的人全盘照单全收，也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疑问都嗤之以鼻，懒得去想。真正困难也真正珍贵的是走在这两者中间的那条窄路，一边保有对权力的健康的警惕和怀疑，另一边又始终坚持用证据和理性来检验每一个让你心动的说法。比尔库柏这个人恰好同时示范了这条路上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他提醒我们要保持怀疑，这是他好的一面，而他自己最终又掉进了不加分辨地，去相信一切阴谋的深渊，这是他坏的一面。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堂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课。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那个舞台的比喻上。聊了这么久，你会发现关于比尔库柏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或许根本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读过什么秘密剧本，也不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猜中了那场攻击。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当他描述那个被分心、被管理、被各种娱乐喂得舒舒服服的世界时，我们竟然能毫不费力地认出我们自己。他描述的到底是一份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密剧本，还是说他只是把人性里那些懒惰、逃避和容易被操弄的弱点打了一盏特别亮的灯照给我们看而已？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不管答案是哪一个，这个男人留下的那句最朴素的话似乎都还值得我们放在心上。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个剧本，这种无声的控制，只对那些从来不肯翻开它，从来不肯抬起头看一眼的人才真正有效。而对于那些愿意自己去读、去问、去想的人，那本所谓的世界剧本根本就困不住他们。所以无论你看完今天的故事是相信、是怀疑，还是只把它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离奇传说，都没有关系。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喊出的那句话放到今天或许依然成立。别当一个从不翻开剧本的临时演员，读一点，问一点，想一点，然后永远记得抬起头，保持清醒。这
可能才是这个故事唯一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这3个人来历天差地远，一位坐在英国一间不算大的书房里，靠着2000年前流传下来的印度棕榈叶手稿，还有他与灵媒之间的对话，一页一页地读出他所看见的画面。一位是来自印度的年轻人，用吠陀占星那一套古老的方法推算着天上行星缓慢移动所带来的讯息，而还有一位是早已经离开人世，却始终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的那位保加利亚的盲眼老妇人。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长在不同的文化，用的是彼此完全不相通的方法。可是这一次，他们的手指却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指向了同样的几个月份，指向了同样的几件事情：毒气的云、台海的意外，还有人工智慧的幻灭。他们的时间线正在慢慢的重合，这究竟只是一场巧合，还是我们真的忽略了什么？今天就让我们把这3条线一条一条的摊开来，慢慢的看。在我们真正走进这3条线之前，其实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那就是为什么偏偏在此刻，这么多人会重新开始认真的对待这些预言？答案或许就藏在刚刚过去的这半年里。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中东的那一场战争来得又急又猛。年初冲突骤然升级，接着一段得来不易的停火却在这个7月再一次的破裂，飞弹与空袭重新划过波斯湾的天空，油价应声跳涨，全球的股市跟着一起发抖。而就在这一场战火爆发之前，帕克早就把针对某个中东国家核设施的打击明明白白地指向了2026年的3月。当现实真的沿着他所说的轨迹走去的时候，很多原本一笑置之的人忽然就笑不出来了。也正是这一份现实与预言之间令人不安的贴合，才让我们今天愿意花上一点时间把这3个人剩下的话好好的听完。先从那一朵最让人不安的云说起。早在2015年，也就是距离现在已经超过10年前，帕克就在他的一本书里写下过一段当时看起来相当突兀的文字。他说他看见在日本的上空会出现一片带来灾难的巨大气体云，而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锁定在2026年的8月。你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8月换算成我们现在的时间，那不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正在发生的夏天。一个在10年前写下的日期，就这样不声不响的一天一天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这种感觉就像你翻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却在书页的角落看见有人用铅笔写下了你今天的名字。你可能会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在10年前就看见10年之后某一个特定的月份？帕克自己的说法是，他的许多预言并不完全来自他个人的直觉，而是来自那些流传了2000年的印度棕榈叶手稿。据说那上面早就一页一页地记载着无数人的命运与世间的走向。这样的说法，信与不信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可是让人真正在意的从来就不是那个方法有多么玄妙，而是那一个日期本身的精确。它不是一个模糊的近几年，也不是一个含糊的不久的将来，它是一个具体到月份的2026年的8月。一个模糊的预言，你可以轻松地把它放到一边，可是一个精确的日期却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你的心上，让你在那个月份真正到来的时候忍不住要抬起头去看一看那一片天空，一片笼罩在日本上空的毒气云。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太像某一部灾难电影的开场白。可是当我们认真地去想这样的一片云到底会从哪里来的时候，却赫然发现能够产生它的可能竟然多得让人不敢细数。日本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国家，它就位在那一条被称为环太平洋火环带的最敏感的位置上。这一条火环带像一个巨大的马蹄，从纽西兰一路往上，经过菲律宾、日本，再绕过北方，沿着美洲的西岸一直延伸到南美的智利与秘鲁。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强震与火山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而几乎在帕克把时间指向8月的同时，
阿南德也用他的方法发出了一个听起来遥相呼应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一个文明转折的大年，土星与罗喉在天上交汇，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崩解与一个新纪元的诞生。他说，太平洋板块这一条沉睡的巨龙就要苏醒，整条火环带会进入一段活跃期，可能出现极高强度的地震。他甚至描述了一种画面，他说，天空可能会出现一种血一般的红色，还有异常猛烈的冰雹。他把这一切称作是大地母亲的愤怒，是人类的贪婪所招来的反噬。火山、地震、血红色的天空，你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再回头去看帕克那一朵日本上空的毒气云，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两个人好像在讲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当一座海底或者陆地上的火山猛烈喷发，它喷出的从来就不只是岩浆、二氧化硫、硫化氢，这些带着剧毒的火山气体会随着风在低空聚成一片看不见的死亡之物。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密集、海岸线又布满了核电厂与化工厂的国度，一场够强的地震会不会震裂某一座设施，让有毒的气体泄漏到空中？我们的记忆其实并不需要往回翻太远。2011年那一场大地震与海啸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那种对于看不见的威胁的恐惧，那种不知道空气里到底飘着什么的无助，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的从这片土地上散去。而阿南德所警告的还不只是地底下的力量，他同时提到了天上。他说太阳的活动会异常的强烈，这一点其实和科学界的观测有着微妙的重合，因为我们的太阳此刻正好走到它一个周期的高峰附近。强烈的太阳活动在他的描述里会让两极的冰盖加速融化，带来洪水、干旱与风暴的交替。天上的太阳在燃烧，地底的板块在移动，海里的温度在升高。当这么多股力量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躁动起来的时候，那一朵笼罩在日本上空的云还会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吗？其实，一朵带着毒性的云并不需要多么科幻的想象，人类的历史上就真实的发生过这样的悲剧。在非洲，曾经有一座火山湖，在某一个夜里，突然从湖底翻涌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一片无色无味的气体悄无声息地沿着山谷往下流，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夺走了附近上千条的性命，他们甚至来不及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这一类灾难最让人恐惧的地方，它没有声音，没有火光，没有任何狰狞的样子，它只是安安静静地飘了过来。而一个现代的工业社会储存着多少我们平日里从来不去想的化学物质，一场地震，一次泄漏，一阵风向的转变，就足以让帕克笔下那一朵云从书页里走进现实。阿南德还有一个更带着神秘色彩的说法，他把这一片土地上正在累积的能量称作是东亚龙脉的苏醒。你可以说它是玄学，可是当你把它翻译成地质学的语言，其实讲的就是这一整条板块带上那一股正在寻找出口的巨大应力。无论你用哪一种语言去描述，那一股力量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看，帕克说的那一朵云未必是凭空而来的想象，它可能是火山的呼吸，可能是工厂的一次事故，也可能是海啸之后某一座设施被撕开的伤口。阿南德为他提供了一个机制，一场火环带上的能量释放，而帕克为他标上了一个精确得让人发毛的时间，2026年的8月。那么这一朵云跟坐在他旁边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打开地图你就会明白，台湾就紧挨着日本的南方，我们共享着同一片海洋，同一条火环带，同一片会被季风推来推去的天空。如果日本的上空真的出现了那样一片东西，那么它所代表的就绝不只是邻居家的一场灾难，而是一个讯号，一个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同样坐在那一条巨龙的几倍之上的讯号。事实上，阿南德早就把台湾单独拎出来说过。他说，台湾正好处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之上，在这一段时间里，也会面临一段由地震和洪水所带来的能量释放期。他劝台湾的人们要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
而说到台湾的地震，我们并不陌生。2024年在花莲发生的那一场瑞士规模 7.2 的地震，其实正好落在它更早之前所画出的那一个范围里面。地壳里累积的压力如果还没有被完全释放，那么未来这几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恐怕都不会太安分。讲完了天上那一朵云，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这一片海峡，因为第二条线就落在我们最熟悉也最不愿意去想的地方——台湾海峡。而这一次三位的话语聚焦的不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战争，而是两个字：意外。这两个字才是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一场精心策划的战争，至少还有预兆，还有时间去准备，去闪躲。可是一场意外，一次擦枪走火，一个谁都没有真正想要的碰撞，却可能在谁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所有人一起拖进一个再也回不了头的深渊。历史上多少场惨烈的大战，一开始都只是一次小小的误判，而偏偏此时此刻的台湾海峡，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意外的地方。我们来看看眼前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现实。过去这一段时间，解放军的军机与军舰绕着台湾进行的演习，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密。那一条原本双方心照不宣，谁都不去碰的海峡中线，如今已经被反复的穿越，变得越来越像一条不存在的线。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里，几乎天天都有对岸的机舰进进出出，而在更南边的地方，事情也一样不平静。就在2026年5月，一艘中国海警的船只直接开进了东沙岛的限制水域，逼得台湾的海巡不得不出动去应对。而这还只是这一年里众多次类似事件当中的一次。更早的1月，一架来自对岸的侦察无人机就已经飞越过那座岛屿的上空，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这种在战争与和平的模糊地带里不断试探、不断加压的做法，有一个名字，叫做灰色地带。它的手法其实有一套清晰的逻辑。第一步，先是慢慢的用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越过那些原本大家默认的界限，去测试你的反应，去消耗你的资源。第二步，等到新的界限被踩成了习惯，就再往前推进一步，把你的底线一步一步的往后逼。它的可怕不在于哪一次特别凶猛，而在于当这么多的基建在这么小的一片海空里这么高频率的擦身而过的时候，只要有一次判断的失误，一次通讯的中断，一颗本不该发射的飞弹，一场意外就足以点燃整片天空。历史其实早就给过我们这样的教训。100多年前，那一场卷入了整个世界的大战，它最初的导火线说出来小的几乎有些荒谬，不过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刺杀。可是当一连串的误判，一连串的自动反应，一连串谁都不愿意先退让的姿态，像骨牌一样接连倒下的时候，一整个时代就这样被拖进了血与火里。没有人在一开始真的想要那样一场战争，这就是意外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有人蓄意去发动，它只需要太多的武器靠得太近，太多的敌意绷得太紧，然后等待某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火星。而今天的台湾海峡很不幸地正好同时拥有了这几样东西。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设在双方之间的沟通热线，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机制，在此刻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在悬崖的边缘，能够把大家从坠落中拉回来的，往往不是谁的实力更强，而是一句还能够说得上话的沟通。而我们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回头去看，这一片海峡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静过。1954年、1958年，对岸曾经对金门与马祖发动过猛烈的炮击。1995年到1996年，一连串的飞弹试射，让整个台湾的天空都绷紧到了极点。而更近的2022年，那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划出6个区域进行实弹射击，甚至发射了11枚弹道飞弹，其中有几枚还落进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里。你看，这片海峡的每一次动荡，从来就不只是两岸的事，它牵动的是整个东亚。而让这个火药桶变得更加不稳定的，
还有一件事，就在2026年的1月，对岸军中位阶最高的一位将领突然被以严重违纪违法的名义拿下，这样的整肃一轮接着一轮。有分析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军中人人自危的时候，那些还留在位置上的将领为了向上证明自己的忠诚，反而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换句话说，内部的不安很可能会被转化成对外的强硬。有观察者甚至把2026年升高的风险归结成3个交叠在一起的因素，一个是军中持续的整肃，一个是日本战略姿态的转变，还有一个是对岸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政治时间表。因为就在2027年，有一场关键的重要会议，在那之前，他或许会需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分量。这3股力量搅和在一起，恰恰就是意外最容易滋生的土壤。而这一片海峡的张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的维度。这座岛屿上的民主向来热闹，也向来充满了分歧。关于要如何面对对岸，岛内的声音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执政的一方选择了谨慎，一边守住现状，一边强化自己的国防。可是在野的力量则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反而刺激了对岸，因而主张应该重新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这些争论有时候会走上街头，有时候会让议事的殿堂陷入僵局。而这样一幅内部意见分歧的画面，看在对岸的眼里，会不会被解读成一个可以趁虚而入的机会？这正是阿南德口中那一句话的深意。他说，台湾人能不能团结起来，恰恰是能不能避免最坏结果的关键。一个对内团结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最坚实的防御，而一个对内撕裂的社会往往会在最不该露出破绽的时候露出破绽。那么3位的预言又是怎么落在这一片海峡上的？阿南德说得非常直接，他曾经在一次专访里面对台湾的媒体说出过一段让很多人记到今天的话。他说，如果台湾的人们能够团结起来，真正的为自己的家园去做一些事，去建立起和平还有实力与安全，那么一场全面的入侵是完全有可能被避免的。可是他同时也把那个最凶险的窗口画得清清楚楚，2028年到2032年。他说，那一段时间非常关键，非常需要小心。南海会成为一个麻烦不断的舞台，而台湾就站在这个舞台的正中央。但他也留下了一句让人心安的话，他说，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威胁，台湾都不会失去他自己的样子，他会继续做东亚那一盏民主的灯。而回到眼前，他提醒，2026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动荡的年份。他甚至点出了几个特别需要留意的月份：4月、7月，还有11月。4月和7月，我们此刻已经走过，而那一场中东的战火，恰恰就在这几个月里反复的升温。那么接下来的那个11月又会带来什么？而帕克的视角则像是从更高的地方俯瞰整盘棋。他一直在说，当一场延续了太久的冲突慢慢平息之后，世界的紧张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转移，会挪到另一个地方去，尤其是远东。你听，远东，他描绘的是一幅内部正在崩裂的图景，是薪水发不出来，是债券被冻结，是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可能是一场铁路事故，也可能和那一座举世闻名的巨型水坝有关。他甚至说，会有一位高层的人物神秘地消失或者死去，而那位最高领导人的健康也会明显的变差。他描绘的那个庞大邻居的未来是内部的分裂，是一个越来越难维系的巨大体系，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松动与重组。当一个这么庞大的体系内部开始出现这样的裂缝，它对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变得更难预测，也更加危险。因为一个对内感到虚弱的力量，有时候反而最容易对外做出最不理性的选择。帕克对于那个庞大邻居的未来，其实还有一幅更加大胆的图景。他相信，我们正在见证的是那一个维系了数十年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点的起点。他甚至预言，那一片广袤的土地未来可能会走向某种程度的分裂与重组，一些区域会慢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最终或许会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加松散的组合。这样的说法听起来
当然是极其惊人的，也注定会引来无数的争议。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和他所描述的那些经济上的裂痕，那些发不出的薪水，那些被冻结的债券，还有那一位健康每况愈下的最高领导人，全都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描绘的其实是一个统一的故事，一个关于庞大体系由内而外慢慢松动的故事。他到底是看见了真实的未来，还是把外部世界对于那个邻居的某种想象投射成了预言？这一点我们无从判断。但无论如何，这幅图景都为我们理解他口中那一场台海的意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因为在他看来，那一场意外很可能就是这一整个松动的过程中被挤压出来的一个火花而已。至于那位盲眼的老妇人巴巴万家，她的话语向来简短，却总是让人记很久。关于未来的那一场大冲突，他留下过一句话，他说，战争会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东方，当我们把帕克的远东、阿南德的南海与台湾，还有巴巴万家的这一句东方，三个来自不同源头的声音叠在同一张地图上的时候，那个被反复圈出来的位置，那个所有的线条都指向的中心，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很难再假装看不见。而这一切之所以如此牵动全世界的神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这一小片土地，这2300万人生活的地方，供养着全球最尖端的晶片。今天你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汽车，还有那个正在被热议的人工智慧，他们的心脏几乎都要仰赖这里。所以，台湾海峡里的任何一次意外，都不会只是这一片海峡的事，也不会只是这2300万人与对岸那14亿人之间的事，它会在同一瞬间变成整个地球的事。一次擦枪走火，可能切断的是全世界的供应链，可能冻结的是无数个国家的工厂与生计。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条看似遥远的线，其实紧紧地牵动着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正因为代价如此巨大，许多冷静的分析者其实并不认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会在明天就爆发。真正的风险恰恰藏在那个谁都不想要却谁都可能触发的字眼里，意外。而在这一片海峡的北边，还有一个国家，它的命运和台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那就是日本。在对岸的眼里，日本西南方那一串岛屿，还有那一片有争议的海域，都被视为与台湾息息相关的一盘棋。一旦台海真的出事，日本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日本开始大幅地增加自己的国防投入，开始认真地思考那一片曾经以为离自己很远的战火，其实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看，帕克说的日本上空的云，阿南德说的台湾的能量释放，还有整片东亚绷紧的神经，他们在地理上竟然是这样的环环相扣。这一小块区域此刻承载了这个世界太多的重量。有人把台湾手上那些顶尖的晶片称作是一面用细做成的盾牌，说正是因为全世界都离不开它，才让任何想要动它的力量都不得不再三的掂量。可是，一面盾牌究竟是能够保护它的主人，还是反而会把它变成所有人都想争夺的猎物？这恐怕才是这个时代最让人揪心的一道难题。说到人工智慧，那就正好接上了我们的第3条线。如果说前面那2条线都还带着几分遥远与抽象，那么第3条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几个月来都在亲身感受着的人工智慧的幻灭。还记得帕克是怎么说的吗？他很早就预言，在2026年的春天，那一场围绕着人工智慧所吹起来的巨大泡沫将会破裂。他说，科技股会经历一次意料之外的剧烈修正，而领头的那一种加密货币可能会崩跌掉将近70%，狠狠地动摇整个行业的信心。他还特别提醒，这一场下跌虽然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却会把全球市场深层的结构问题一次性地暴露在阳光底下。那么现实又是怎么走的？其实这朵泡沫的第一道裂痕早在更早之前就出现过。2025年年初，一个来自对岸的人工智慧模型横空出世，用远远更低的成本做到了不输给那些巨头的表现。那一天，
全球晶片龙头的股价应声重挫，光是一天之内就蒸发掉了大约6000亿美元的市值，那是市场第一次真切地吓出了一身冷汗。而到了2026年的6月，更大的一场风暴真的来了，全球的股市迎来了剧烈的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市场大幅下挫，半导体类股更是首当其冲。在亚洲，南韩的股市单日崩跌达到1成，跌幅之大，甚至一度触发了停止交易的熔断机制。日本的市场也跟着大跌，一家日本科技投资的巨头单日就重挫了大约1.5%。而更早一些，在那个春天，一款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影片生成模型悄悄地走向了没落。市场上，人们开始用一个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词去形容那一波软体公司股价的崩跌。你看，帕克说的春天和现实中的这一场动荡，时间上贴得如此之近，甚至已经有经济学家直接断言，有一个泡沫其实已经破了。而到了这个7月，随着中东的战火再起，全球的股市又一次一起下坠，那份不安至今都还没有散去。可是这一条线真正深刻的地方，其实不在股市那一片红红绿绿，它藏在幻灭这2个字的背后，藏在一个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曾经闪过的疑问：这一场席卷全球的热潮，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价值，又有多少是被我们自己的期待一层一层吹起来的空气？有一份研究让人印象深刻，他发现绝大多数的公司其实都承认，人工智慧到目前为止对他们的实际生产力与经营并没有带来什么看得见的改变。可是与此同时，这个行业的投资却在疯狂地滚动。有一家最受瞩目的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投入高达 1.4 兆美元去建设，可它一年真正的营收却只有130亿美元。你把这2个数字摆在一起，那个落差大到让人几乎不敢相信。更有人指出，这些投资的钱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几家巨头之间绕着圈子彼此流动，你投资我，我采购你，把彼此的股价越推越高。有一个衡量股市是否过热的关键指标，如今冲上了40以上，这样的高度历史上只在网络泡沫崩盘的前夕出现过一次。而美国股市里市值最大的那10家公司加起来竟然已经占了整个大盘的1/3以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同一个篮子。而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还有一群正在被真实的影响着的人。这一场热潮一边在创造着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一边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无数人的饭碗。有一些公司开始用人工智慧去取代原本由人来完成的工作。就在短短的1个月之间，光是科技这一个行业就有数以万计的人收到了那一封他们最不想收到的信。机器人也开始走进工厂，在有的公司里，机器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人。这一切究竟是通往一个更好未来的阵痛，还是一场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就一头栽进去的豪赌？此刻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历史总是喜欢押韵。20多年前也曾经有过一场一模一样的狂热，那时候只要公司的名字后面加上那个代表网络的符号，股价就能一飞冲天，人人都相信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了，旧的规则全都不再适用。然后呢？然后泡沫破了，无数的公司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可是耐人寻味的是，网络本身并没有消失，它后来确实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人工智慧到底行不行，而是此刻的这个价格，这一份狂热，是不是已经把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美好都提前一次性的透支光了？而让这一场幻灭变得更加深刻的是另外2个声音。阿南德也对人工智慧发出过他的警告，只是他的角度和金钱完全无关。他担心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被我们毫无节制地依赖下去，会不会反而侵蚀掉我们身为人最宝贵的能力，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创造力，还有我们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有温度的连结。他把2026年称作是一个放纵时代的最后一章，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黄金世纪的序曲。
而巴巴万加则说得更加直接，也更加令人不安。他预言科技将会发展到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地步。他甚至描绘过一种景象，机器会开始替我们处理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的行程，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工作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听起来是何等的方便，可是方便的另一面，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把主导权交了出去？现在你再回过头来，把这三种声音叠在一起听，帕克看见的是资本的退潮，是那些被吹得太高的估值终于要回到地面。阿南德看见的是心智的空洞，是我们在把越来越多的思考外包给机器之后，自己这一颗脑袋会不会慢慢的生锈。而巴巴万加看见的是控制的失去，是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终有一天反过来凌驾于我们之上。这三种幻灭，一种在钱包里，一种在头脑里，一种在我们与这个造物之间的关系里，它们合在一起，拼出的是一幅比任何一次股市崩盘都要更加令人深思的图景。也许帕克所说的那一场市场的修正，就只是这一整场更大的清算刚刚拉开的序幕而已。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再往深处走一层，会发现这一场幻灭其实还藏着一份礼物。因为所谓的幻灭，说到底就是一场幻觉的破灭。当我们曾经以为有一种东西可以替我们思考，替我们创造，替我们解决掉所有的难题，甚至替我们去感受的时候，那一份期待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幻觉？而当这一份幻觉破灭，当我们终于看清楚机器再聪明也代替不了我们亲手去写下的一个字，亲口去说出的一句话，亲自去陪伴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而重新找回一些早就被我们遗忘了的东西？阿南德所担心的那一种心智的空洞，也许正是在提醒我们这一点。真正的思考，真正的创造，真正的连结，从来都是要亲自去经历的，是省不掉也外包不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场事实的幻灭未必是坏事，它像一盆冷水，把我们从一场过于美好的梦里泼醒，而醒过来的人才有机会去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好啦，三条线我们都摊开来看过了，天上的毒气云，海里的意外，还有我们手中的这一场幻灭。可是真正让我坐立难安的，其实还不是这三条线本身，而是它们竟然全都指向了同一段时间。你发现了吗？帕克的云落在2026年的8月，阿南德特别圈出的窗口，除了已经走过的4月和7月，还有那个尚未到来的11月。而巴巴万加他留下了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加惊人的日期。他说在2026年的11月会有一个巨大的来历不明的物体抵达地球。他的信徒们把这件事情解读成人类与地球之外的智慧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一个来自地球之外的巨大物体在11月抵达，这听起来简直荒诞到了极点。可是你知道吗？就在2025年的7月，天文学家真的在南半球的一架望远镜里捕捉到了一颗来自我们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它不属于这里，它只是一个过客，穿越了无垠的黑暗，闯进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又将离去。于是一些网络上的说法便开始流传，猜测着它会不会恰好在2026年的11月掠过地球的身边。当然我们必须说清楚，这样的联想目前为止都还只停留在猜测的层面，没有任何严肃的科学依据去支撑它。可是这个真实存在的星际访客却像是一个奇妙的巧合，恰好为巴巴万加那一句古老的预言铺上了一层让人无法完全忽视的现实底色。于是那个共同的月份浮现了出来，11月。阿南德的动荡之窗指向11月，巴巴万加的天外来客指向11月，而帕克那一朵8月的云就像是这一整段风暴的开端。这三个人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却好像在描述同一场正在逼近的季节的转换。而真正让人不敢深想的是，这三件事如果不是各自孤立的发生，而是彼此缠绕，
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压了下来，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你想想看，如果全球的市场本来就因为人工智慧的泡沫而变得脆弱不堪，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台湾海峡突然传来一次意外的碰撞，会发生什么？供养着全世界晶片的这一片土地，一旦真的风吹草动，那一场本来还只是修正的股灾，会不会瞬间演变成一场真正的雪崩？而如果就在这样一个全球神经紧绷到极点的时刻，日本的上空又恰好飘来了那样一朵云，恐惧会不会像野火一样烧遍每一个角落？单独去看这3件事，每一件都已经够让人头疼。可是，一旦他们开始互相喂养、互相放大，那个1+1+1就绝不只是等于3那么简单。这或许才是这3条时间线重合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它真正提醒我们的，其实不是某一场单一的灾难，而是一种我们这个高度连结的世界所特有的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他们到底是在看同一样东西吗？这或许才是今天最值得我们去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方法其实南辕北辙。帕克靠的是印度那些古老的棕榈叶手稿，还有他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的沟通。阿南德靠的是吠陀占星，是行星在天穹上的角度与位置。巴巴万家靠的则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视觉。3条完全不同的路，却走到了同一个路口。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整体判断竟然也惊人的一致。阿南德用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框架，他说，我们正走在一个被称作卡利年代的黑暗时期的尾声，一个旧的循环正在结束，一个新的循环正要开始。他甚至相信一些伟大的灵性人物即将重返人间。帕克则反复地说，我们此刻所经历的这一切艰难，其实是一个困难的年代，在走向一个更好的年代之前，最后的那一段阵痛。而巴巴万家早就预言过一次世界秩序的深刻洗牌，旧的格局崩解，新的力量崛起。这种一个旧世界正在终结，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的感觉，其实并不只属于这3位。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这种弥漫在空气里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浓？人们谈论着旧秩序的失灵，谈论着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今一件一件的松动，国际之间的旧有规则好像不再那么管用，人们对于未来的信任也好像在一点一点的流失。也许这3位只是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替我们这个时代那一份说不清楚的集体焦虑找到了一个出口，一个名字。他们把我们心底那些模糊的不安翻译成了具体的云、具体的海峡，还有具体的月份。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预言到底准不准，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这么多双来自不同时空的眼睛，不约而同的都望向了同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在提醒着我们，此刻我们正站在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十字路口上。你听出来了吗？拨开那些不同的词汇，拨开占星、棕榈叶，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这3个人其实在讲一件同样的事情。一个旧的世界正在我们的眼前一块一块地剥落，而它剥落的碎片也许就是那一朵云，那一次意外，还有那一场幻灭。他们看见的或许不是3件孤立的灾难，而是同一场巨大转变的3个不同的断面。就好像3个站在不同山头的人用着不同的方言去描述同一场正在山谷里翻滚而来的浓雾。他们描述的云的形状各不相同，可他们指着的分明是同一片天空。当然，我们也可以问一个更冷静的问题，这3个人的时间线之所以看起来重合，会不会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活在同一个世界，读着同样的新闻，呼吸着同样的紧张。当中东在打仗，当台海在对峙，当股市在震荡，任何一个敏感的人都很容易把目光投向这几件事，把手指指向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换句话说，他们的重合会不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共同看见了某个超越时空的真相，而只是因为他们共同承受着同一个时代的重量？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2者都有那么一点。
可是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都不会改变，那就是这几件事是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中东的战火是真的，台海的张力是真的，人工智慧那一份摇摇欲坠的狂热也是真的。预言或许可以被质疑，可是这些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却无法被否认。而如何去面对这些真实的现实，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讲到这里，我知道一定会有一种声音在你的心里响起来，这些会不会全都只是事后诸葛，只是把一些模糊的话硬套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这样的怀疑不但合理，而且恰恰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清醒。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地承认，预言这一件事情天生就带着一层厚厚的迷雾，他的话语往往足够模糊，模糊到无论最后发生了什么，你似乎都能找到一句话去跟它对应。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又天生偏爱去记住那些说中了的，然后不知不觉地忘掉那更多根本没有应验的，这叫做幸存者的偏误。那些被反复传颂的神准，背后往往堆着一整座我们看不见的落空的预言。所以把这3个人的话当成一张精确的时刻表去按图索骥，那是愚蠢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对于预言的着迷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古代占卜用的龟甲，到庙里求来的一支签诗，再到今天在网络上疯传的这些预言，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一份对于未知的渴望与恐惧。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要知道明天？因为未来的那片空白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宁可听见一个可怕的答案，也不愿意永远停留在那一份什么都不知道的悬空里。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预言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们，或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准，而是因为他们回应了我们心里那一份最原始的需要。他们替我们把那一片令人窒息的未知变成了一个可以去谈论、去准备，甚至去对抗的具体的东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就能够用一种更清醒也更从容的态度去看待他们，既不盲目的全盘相信，也不轻率的全盘否定，而是把他们当成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也照见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对于平安的深深的渴望。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就此把他们全部当成无稽之谈，一笑置之，那是不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这里面确实有一些让人不太容易轻松略过的东西。帕克曾经预言，在2026年的3月会有针对某个中东国家核设施的精准打击，而在现实里，那一场冲突确实在那个时间点附近猛烈地爆发了。他过去的记录里还被人反复提起的有英国女王的离世，有那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甚至更早的一些政治风向。阿南德则是在2019年，当这个世界还对一种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已经预警过一场即将到来的全球大流行。他甚至说出了那场疫情大致会延续到的时间。他也曾经在花莲那一场大地震之前就发出过警告。而更早的俄乌之间的冲突，还有2025年缅甸的那一场强震，也都落在他预言的范围里。这些都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当然，他们也都说过很多没有应验的话，这一点同样不该被我们忘记。那么，面对这样的东西，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其实，答案阿南德自己就给过了。他反复地强调，他之所以要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贩卖恐惧，让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恰恰相反，他说，预言真正的作用是为了减少那份猝不及防的震撼，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多一分准备，是为了让我们在事情真的来临的时候，还能够保有一份内心的清明与从容。当一个人心里有了准备，同样的一件坏事对他的冲击就会小很多。而帕克也曾经引用过那些古老棕榈叶手稿里的一句教诲，那句话说，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说，他分享这一切本身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把善念、把祈祷、把美好的想象
投向这个世界，去一点一点地减轻那些可能发生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才是这一整件事情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地方。这三个人，无论你信或者不信，他们口中那些看似黑暗的预言，最终竟然都指向了同一个并不黑暗的地方。他们都说这是最坏的一段时光，但它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时代在铺路。他们都说未来并没有被写死，它还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一个问题，三位预言家的2026时间线真的在重合吗？也许是的。8月的那一朵云，海峡里那一根越绷越紧的弦，还有我们手中这一场尚未落幕的幻灭，他们确实在同一段夏秋之交的日子里，彼此靠得越来越近。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重合并不等于注定。一条被画出来的时间线本身并没有任何强迫它一定要发生的力量。我想，我们真正应该从这三个人身上学到的，或许根本就不是那几个具体的日期，而是那一份在动荡真正来临之前，愿意抬起头去凝视前方的勇气，是那一份明明已经看见了远处的风暴，却依然选择好好生活，好好准备，好好善待身边每一个人的那一份笃定。天上的那一朵云会不会来，我们无从得知。海峡里的那一次意外会不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包票。可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去面对这个正在倾斜的世界，这一件事却始终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与其把时间都花在恐惧那个还没有到来的11月，不如把今天的每一天都过得更踏实一点，把该备的粮，该存的安稳，该说的那一句话，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一件一件地做好。当11月真的到来的那一天，无论天空是一片平静，还是真的翻涌起了什么，但愿那时候的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比今天内心更加安稳也更加清醒的自己。因为说到底，能够真正穿越任何一场风暴的，从来都不是预言，而是一颗早已经准备好了的安定的心。这或许就是这三位来自不同时空的声音，隔着千山万水，跨越了生与死，最想要告诉我们的同一句话。